老许 ，AA 制到此结束。你想通了？从明天起，你做全职主夫，买菜做饭、洗衣拖地都归你。我年薪200多万，操劳35年，现在该享清福了。你反正没事干。AA 制35年，你工资卡我碰过吗？孩子上学、水电煤气，全是你一半我一半，连给你妈包红包都得从我工资扣。现在你退休，不想 AA 了？所以呢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所以 AA 到底，从一而终。许成风，你疯了！财产一人一半，房子归你，车归我，存款各算各的，35年账目清楚，离得干净。你一个5000块退休金的糟老头子，跟我提离婚，你拿什么活？35年都过来了，你说的对 ，AA 结束了。明天你敢搬走，以后就别想回来。爸，你脑子进水了！妈刚退休你就要离婚？你妈让你来劝我。爸，你想清楚，你那点寄退休金，离了婚连房子都租不起。管好你自己的事儿。喂。爸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住哪儿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有地方。不用。好，我支持你。行。35年，他没变过，变的是我。AA 制35年，他以为我把钱都算尽了，其实我也把心看清了。那年我月薪300，他月薪800，嫌我穷，定了 AA 制。他这35年都没变过，可惜我早就不是那个拿300块的穷技术员了。哼，许成风，你拿个破箱子演戏，你想清楚了，出了这个门，我可不会求你回来。我知道。你以为你离了我能过什么日子？5000块退休金，你在外面连口像样的热饭都吃不上。那是我的事儿，不劳林总管操心。行，你有种，那你走，有你哭着求我的时候。徐总，徐总，成恒实业上个季度分红到账了，东城的项目也批下来了。知道了。另外，查一下林晚秋名下那5套房子的资金来源。那车看起来那么高端，他一个5000块退休金的穷光蛋，怎么可能？徐总，总算舍得露面了。以前不方便，嫂子还不知道这些。前妻在办手续了。那这边的事正常推进。东城项目图纸容积率太高，压一压。另外，把法人变更手续准备好，变更成我。早该这样了。这些年委屈你了。堂堂成恒老板，名片上连个名字都没有。不算委屈，自己选的。许成风，你真要做到这个地步？晚上到我姐家吃饭，全家人都在，你过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可以。许成风，坐吧。婉晴跟我说了，你要离婚。你一个退休金5000块的技术员，你有什么资格离婚？妈，您别跟他讲道理。男人嘛，老婆挣得多了，心里不平衡。许成风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婉晴嫁给你是你3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哼，你一个机械厂退下来的，回家做个全职主锅怎么了？就是，成风啊，
男人该放下面子就放下，我在家也做饭。你那叫周末加餐，跟全智能比吗？许成风，你年轻时候我就说你配不上婉晴，现在闹离婚，传出去你让他怎么做人？说完了，35年 AA 制是他提的，房贷我出一半，车贷我出一半，孩子学费我出一半。月薪不到1万的时候，他年薪已经过100万了，一半对一半，公平吗？现在他退休了，让我当主夫，他的 AA 结束了。那我想问一句，这35年，你的钱都花哪儿了？ AA 制各管各的，我的钱跟你没关系。协议书在茶几上，签字，好聚好散，不签，法庭见。反了天了，他凭什么硬气？让他走，他离了我妹能活几天？爸，我猜到他们会围攻你，你还好吗？挺好。爸，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。什么？妈这些年的钱大部分转给小姨了，小姨拿去炒房，那个8万的房子有400万是妈出的。AA 制35年，她的钱不给丈夫，不给孩子，给了她姐，有意思。查一下林晚秋名下的房产，所有的。徐总，这是查。明白。今日营收387万，本月累计9600万。林婉晴觉得她个年薪200多万很了不起，我的公司一天的营收就快赶上她1年的工资了，但我从来没告诉过她，不是不能说，是不值得说。张律师，离婚财产分割的问题，如果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将共同财产私自转移给第三方，法律上怎么处理？许先生，如果能证明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转移，另一方有权追回，金额特别大的，法院可以判对方少分或者不分。好，帮我准备材料。需要调查取证吗？不用，证据我有。AA 制有个好处，我的每一分钱都有去向，他的每一分钱我也查得到。喂，爸，你昨晚在外婆说的那些话什么意思？妈的钱是妈的，人家爱怎么花怎么花。你妈年薪200多万，35年，你算说是多少钱？那又怎样？你上大学的时候，学费、生活费你妈出一半，我出一半。我那时候月薪7000，你妈月薪15万，一半对一半，你觉得合理吗？你上高中那年，你要报一个编程培训班，2万块，你妈说太贵了，让你自己看书学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我出了全款，从我工资里挤出来的，你妈1分没出，因为 AA 制，培训班不在 AA 的范围里。爸，你妈退休了，她手里的存款加上投资，你猜有多少？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我知道，有些账该算清楚。许成风，你到底想怎样？签字。我不签。那就走法律程序。你变了。我没变过，变的是你。35年前你提 AA 制的时候，你说这样公平；35年后你让我做主夫，你说 AA 结束了。公平从来不在你的字典里。我在这个家付出了35年。你付出了什么？我挣了多少钱？我撑起了这个家的体面。过年过节的礼物，人情往来，孩子的课外班。孩子的课外班1人1半，人情往来1人1半，过年礼物1人1半。你的账本我都留着，35年你多花的那部分我替你算过了，总共7200块。你还记得孩子上初中那年思然发高烧住院，医药费6000多块，你转给我3000。我问你剩下的呢？你说 AA 制，你已经出了你那份，孩子住院你都要 AA， 那是规矩。林婉晴，你不觉得这35年过得太清楚了吗？好，那现在我也立个规矩，离婚。许成风，你别逼我，你逼急了我，我让你1分钱都拿不走。
你试试。徐总，这位是？没事儿，准备起诉。许成风，你真的去法院了？我说过走法律程序。你疯了！离婚打官司传出去，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脸。你要脸就签字。你到底要什么？协议书上写的很清楚。许成风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你跟我妹离婚就算了，你还敢告上法院？你知不知道我老公在这个城市认识多少人？你老公陈大伟，建材公司年流水300多万，去年欠供应商的货款还有180万没还。你确定他认识很多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该知道的都知道。顺便说一句，你名下那5套房子的资金来源我也知道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你别掺和我和林婉晴的事就行。打了35年的太极，也该收手了。老许啊，婉晴让我来跟你聊聊。她说她那天说话确实不太对，让你做主夫有点过分了。她说可以继续 AA， 退休后各过各的。晚了。老许，你想想啊，你们35年的感情，35年 AA 的感情，那也是感情啊。王姐，你问林婉惜一句话，35年里，她主动给我买过一件东西吗？生日礼物、节日礼物，哪怕一双袜子，这个一件都没有，因为那不在 AA 的范围里。爸，我查了一下妈这些年的银行流水。你怎么查的？妈的网银密码我知道。爸，妈35年的工资加奖金加投资收益，总共进账差不多4000多万，但她现在账上只有600万，其余的钱大部分转给了小姨。我知道。你早就知道了。你妈的消费习惯我了解，她平时花销不大，名牌包就买过3个，车也是中档的。她的钱不可能只剩600万。爸，小姨拿了妈3000多万，那是她自己愿意给的。可是这些钱本来可以……爸，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这些年我一直觉得妈挣钱多，你应该让着她。我从来没想过你的处境。不用道歉，你是他儿子，也是我儿子。我支持你离婚。行了，回去吧，别让你妈知道你查了她的流水。4000多万，她挣了4000多万，3000多万给了她姐，600万留着自己花，给丈夫的0，给孩子额外的0。35年 AA， 她 AA 的彻彻底底。现在她要离婚了，她只有600万，而我公司估值刚调整过，不是8个亿了。上个月拿下一个军工配件的订单后，估值调整为12个亿，我持股72%，算下来我的股权价值8亿6千万，加上个人名下的房产、存款、基金、黄金，总资产将近10个亿。5000块退休金的许成风，10个亿的许成风，同一个人。你在找什么？这房子谁的？你哪来的钱住这种地方？朋友借的。什么朋友？你有什么朋友住得起这种房子？你管不着。许成风，你是不是藏了钱？你觉得我藏得出多少？月薪不到1万的技术员，退休金5000块，你自己算。但35年了，他从来没看懂过我。许成风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这些年到底攒了多少钱？多少钱都跟你没关系 ，AA 制，各管各的。你的钱你给你姐花，我的钱我自己花，公平吧？你怎么知道我给我姐钱？你觉得我35年都是瞎子？许成风，你查我！不用查，
你每次从银行出来之后打电话给你姐的表情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？法庭上见。开庭前3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，陈大伟打来的。哥，咱能见一面吗？你叫我哥？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跟着晚秋胡说八道。哥，我现在遇到点困难。什么困难？想求你帮个忙。建材公司的一个大客户是成恒实业，上个月突然停了我的供应商资格，800多万的单子没了。我打听了一圈，谁都不认识成恒的人。你在机械行业干了一辈子，能不能帮我问问？他不知道成恒是我的，他也不知道是我让采购部取消了他的资格，不是报复，是他的货确实有问题。去年供应的一批钢材含碳量不达标，要不是品控部拦住了，那批材料用到军工零件上，出了事全公司都得完，帮不了。哥，陈大伟，你去年供的那批钢材，你心里有没有数？别在材料上动手脚，这行水深出了不是罚款的问题。开庭那天，法院门口，林婉晴旁边站着她请的律师，一个40多岁的女律师，在本市小有名气。我的律师是张维国，做婚姻诉讼25年，没输过。他也是成恒实业的常年法律顾问。法官，我的当事人林婉晴女士与原告许成峰结婚35年，婚姻期间一直实行 AA 制，双方有2个子女，均已成年。现在原告单方面提出离婚，我的当事人认为双方感情尚存，不同意离婚。同时，如果法庭判决离婚，我的当事人要求对婚姻存诉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割，包括被告名下的所有存款、房产投资以及其他可查实的资产。法官，我的当事人许成峰先生与被告实行 AA 制35年，这一点双方均无异议。AA 制的本质是双方各自管理各自的收入，互不干涉。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，被告林婉晴女士在婚姻存续期间，私自将大量个人收入转移给其姐姐林婉秋，金额超过3000万元。这些资金转移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。虽然双方实行 AA 制，但根据婚姻法的规定，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收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AA 制只是双方内部的约定，不能对抗法律的规定。也就是说，被告私自转移的3000多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转移。反对。AA 制是双方合意的财产分割方式，等同于婚内财产协议，被告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收入。请法官注意，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婚内财产协议 ，AA 制只是口头约定，没有法律效力。退一步说，即使认定 AA 制有效，被告的年收入超过200万，原放的年收入不到10万，35年来方承担了一半的家庭开支，包括房贷、车贷、子女教育、生活费用。这种 AA 制本身就是显示公平的。被告方、原告方所述的 AA 制情况是否属实？是 AA 制，但这是双方都同意的。那资金转移的情况呢？我借给我姐的，跟婚姻无关。法官，这是被告35年来的银行流水记录，我们标注了所有转入林婉秋账户的资金，总计3260万元，其中没有任何一笔有借条、借款协议或其他借贷凭证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借款，是赠与。赠与夫妻共同财产给第三方，未经配偶同意，属于违法行为。你怎么有我的银行流水？此外，我们申请追加林婉秋为第三人，要求其返还受赠的夫妻共同财产。准许。他万万没想到我会查他的银行流水，他更没想到35年的 AA 制在法律上根本不算数。许成峰，你查我的银行流水，你怎么查的？你这是侵犯我的隐私！律师调查取证，合法合规。你要追回我给我姐的钱，你疯了！那是3000多万，你让我姐怎么办？他怎么办是他的事儿 ，AA 制嘛，各管各的。许成峰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想要多少钱？我不要你的钱，我只要公平。公平？什么公平？35年的公平。开庭后第3天，林婉秋找上门来了，她是来找陈大伟的供应商的。赵总，我是陈大伟的妻子林婉秋，上次的事儿是一个误会，我们愿意重新自检一批钢材。林女士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法务部正准备联系你。什么意思？你名下有多套房产，资金来源涉嫌接受他人赠与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法院已经发了协助调查通知书，你配合一下。这跟成恒有什么关系？成恒没关系，但我们老板跟你妹夫的离婚案有关系。你们老板
你们老板是谁？你回去问你妹夫吧。婉晴，成恒实业的老板是谁？成恒实业做机械的那个，我怎么知道？许成风到底什么来头？你嫁了35年，你都不知道？我嫁的是一个技术员，退休金5000块。你问我他有什么来头？那他怎么请得起张维国？你知不知道张维国的律师费多少钱？普通的离婚案他根本不接。5000块退休金的人，请得起全市最贵的婚姻律师？许成风，你跟成恒实业是什么关系？你管不着。你不是技术员吗？你退休金5000块，你怎么会跟一个市值好几个亿的公司有关系？市值多少跟你没关系，我们 AA 制，各管各的。许成风，你是不是骗了我35年？我从来没骗过你，你没问过我，我也没必要告诉你。就像你给你姐3000多万的时候，也没觉得有必要告诉我一样。你到底有多少钱？我有权知道，我们还没离婚。你关心了35年你自己的钱，现在关心我的钱。徐总，走吧。走。 35年了，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认识我。第二次开庭，这一次林晚秋也被传唤了。法官，这是林晚秋名下5套房产的购房合同、银行转账记录和资金流向分析报告。5套房产总价值约2300万元，其中有1800万元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被告林婉晴的银行账户。这些钱是我妹妹借给我的。林晚秋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没有，我们是亲姐妹，借钱不写借条很正常。法官，我们还发现一个情况，被告林婉晴在提出 AA 制结束原告做全职主妇这个要求之前1个月，曾经将自己名下最后一套投资房产过户给林晚秋，过户价格为1元。1元过户，他在退休之前再转移主夫，是因为他把钱转完了，需要一个人养他。法官，这个过户是合理的家庭内部安排。安排什么？在离婚诉讼前恶意转移财产，这是明确禁止的行为。法官，我们请求法院认定被告存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，并在财产分割时予以少分或不分。本案涉及财产转移金额巨大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休庭，择日再审。许成风，你不能这样，那些房子是我的。1800万是你妹的，你妹的是夫妻共同财产。你疯了！你让我把房子吐出来，我3个孩子还要住呢。35年前，你在饭桌上说我配不上你妹；20年前，你让我在你家聚会上端茶倒水；5年前过年，你指着我鼻子说你1个月挣几千块钱的人有什么脸坐这儿？现在轮到你了。你这是报复！不是报复，是算账 ，AA 制的账。许成风到底是谁？那天晚上，全家人都知道了开庭的结果。爸，我妈1元过户那个事儿，我之前完全不知道。我知道你不知道。爸，你现在能告诉我了吗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明天来公司。什么公司？成恒实业，20楼。请问您找谁？我找许成飞。请问您是？我是他儿子。许总，有位先生说是您的儿子。好的，许先生，请上20楼，许总在等您。进来。爸，坐下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成恒是你的72%。公司值多少？你不需要知道具体数字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：你妈年薪200多万的时候，在我这里是零花钱都算不上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告诉他干嘛？你们可以不用 AA 制是他提的，他想要公平，我给他公平；他不想分享他的钱，我也不分享。他觉得他年薪200万很了不起，在饭桌上说了35年，我让他说了35年。你这是尊重他的选择。爸，你受委屈了。没有，35年我过得很好，公司从零做到现在，每一天都有意义。受委屈的从来不是没钱，受委屈的是你在一个家里35年的妻子从来没把你当过自己人。爸，对不起。去吧，这件事别告诉你妈。为什么？法庭上会知道的。徐总，法人变更手续办好了，从下周开始，成恒实业的法人代表就是你了。
等报了，按规定公示了。好。婉晴，你那个死鬼老公是成恒实业的老板，我说他怎么突然硬气了？10几个亿呀！你赶紧把离婚的事儿停了，你跟他说你不离了。妈，他要离。你不能让他离，你跟他过了35年，他的钱就是你的钱。妈，他已经告上法院了。你去跟他说，以后不 AA 了，他的钱你一起花。你求他，你给他道歉，你下跪都行。10几个亿啊，婉晴，你离了，你可什么都没有了。听说了吗？成恒的老板许成风跟老婆 AA 制35年。AA 制？他那么有钱还 AA？重点不是他 AA， 是他老婆提的 AA。他老婆不知道他有钱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他老婆年薪200多万，天天在他面前炫耀，结果他是10亿级别的大佬，笑死！这才是真正的扮猪吃老虎。法官，这是原告许成飞先生的完整资产清单，包括成恒实业72%的股权，按最新估值约合8亿6千万元，个人名下房产4幢，总售值约1亿2千万，银行存款、基金、股票等流动资金约6千万，总计约10亿4千万。根据婚姻法规定，婚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原告不否认这一点，但被告在婚姻存续期间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超过3000万元，且存在退休前1元过户房产行为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有转移、隐藏夫妻共同财产行为的一方，可以少分或不分。被告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？许成风，你有10个亿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35年，你看着我在饭桌上说年薪200万，你看着我斤斤计较每一笔 AA 的账，你看着我得意洋洋，觉得自己比你强，你是在看笑话吗？35年，你有无数次机会把我当自己人，你一次都没有。你不告诉我你有钱，你不需要我有钱才把我当自己人。他的600万他留着，他姐那3000万我也不追了，我名下的财全部归我，我不要他1分，我不要他也不碰我1分钱。你 AA 到确认，我只有一个条件，当庭签字，今天离。笔呢？徐总，你放弃追回那3000多万，加上他本人的财产，你至少让出去了4000亿，4000万买35年的自由，便宜。话是这么说的。老张，帮我办一件事儿。您说，以我个人名义成立一个教育基金，第一笔注资5000万，专门辅助家庭困难的工科大学生，就叫成风基金。我这就去办。爸，结束了。爸，终于自由了。年薪200万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人家老公年入10几亿，要不是他提 AA， 现在起码分5个亿。林婉晴，你是猪脑子吗？10个亿的老公你都守不住，你要什么 AA 制？你当初但凡对他好一点，5个亿啊，5个亿没了，都是你作的。还有你姐，你给她3000多万，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？跟许成风那边断干净，别再惹他。徐总，久仰久仰。之前一直跟赵总对接，没想到您才是真正的掌舵人，低调惯了。徐总谦虚了，你们的数控系统在国内没有对手。去年那个特种合金加工的项目，只有你们做得出来。35年那项专利被厂里卖了3000万，后来的23项专利全部握在成恒实业手里，这才是成恒最值钱的东西。爸，这办公室也太大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儿不无聊吗？习惯了，以前也是一个人。爸，你打算以后怎么过？把公司理顺，该交给年轻人的交给年轻人。我准备成立一个研发中心，自己带团队搞点新东西。你都60了还搞研发？脑子不退休。爸，有件事我想跟你说。说。你不觉得你应该有点自己的生活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要不要出去旅个游，或者交几个朋友？你是不是想给我介绍对象？免了。你跟妈一样固执，区别是她固执在钱上，你固执在事业上。徐总，我是苏亚，新锐材料的创始人，我们之前有过一次合作，通过赵总对接的。记得，你们的碳纤维复合材料品控做得很好。谢谢。我想跟您聊一个新项目，约时间吧。好。徐总，苏雅可是圈里有名的女强人，新锐材料去年营收破10亿了。我知道。单身，关我什么事？我懂了。婉晴，你前夫上新闻了。我找许成风，我是他丈母，我以前是他丈母娘。老太太，请问您找谁？让他上来。
程峰啊，妈错了，妈以前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妈是农村出来的，没文化，嘴笨。你有事直说。晚秋的房子法院要冻结，他吓得要死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了，我说了不追那3000万。法院冻结是另一个案子。什么案子？陈大晚秋名下的房产被列入可执行资产。这不是你搞的？我搞的。陈大伟偷税是我让他偷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35年里，你在每个聚会上当众贬低我。今天你来不是因为知道错了，是因为你另一个女婿出事了，你还是那个只认钱的老太太。我不会帮忙，也不会落井下石，你走吧。徐总，陈大伟那边的税务问题，要不要我们法务跟进一下？不用，他自己作的，让他自己扛。明白。对了，新锐材料的苏雅约了后天下午3点来谈碳纤维项目。行。徐总，直接说正事。我们开发了一种新型碳纤维复合材料，强度比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产品高4%。你要我们做，但加工难度极大的。目前国内没有一家企业能做精密密加工。成恒视维的5流联动射控系统是国内最先进的。技术参数发过来，已经发到您邮箱了。切削温度控制在正负2度以内，这个要求很高，所以全国只有你做得到。留一个样件，我让实验室试一下。好，苏总，你的材料如果能量产，军工应用前景很大，但你的产能跟不上，你考虑过融资扩产吗？徐总是在谈合作还是在谈投资？看情况。那等样件测试结果出来再聊。徐总，您对苏雅的公司真有兴趣？他的材料确实好，如果能打通上下游，成恒的利润能再涨翻成。我说的不是公司层面的兴趣，你再多嘴一句试试。他辞掉了原来在外企的工作，说想到成恒来干。爸，我学的就是机械工程，在外企做了8年项目经理，没什么意思。你这边才是真正做技术的地方。来，可以从基层开始，没问题。工资跟其他新人一样。行，别指望我给你开后门。我知道。爸，今天跟老师傅学了5轴联动编程，比我在学校学的那套牛多了。老师傅叫什么？刘师傅，刘德明，说是跟你20年了。他当年是我在机械厂的徒弟。你的徒弟？他比我小8岁。25年前我出来创业，第一个跟我走的就是他，现在是成恒的总工程师。他怎么没当上副总？他不愿意当，他说他只想站在车间里，跟你一样。瘦了，头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丝不苟了。程峰，什么事？晚秋的事你听说了？听说了。你能帮帮他吗？我为什么？她是我姐。她是你姐，不是我姐。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林婉晴，你姐拿了你3000多万给你干过一件事吗？你出事的时候她来看过你吗？你离婚的消息传出去以后，她连一个电话都没打给你。你这辈子最大的问题不是 AA 制，是你把所有人分成2类，对你有用的和对你没用的。你姐对你有用，帮你投资房产没用，退休金5000块的技术员，所以你的钱给你姐，你的脸色给我。可你也把自己藏了35年，你也没有对我坦诚过。你说的对，但我隐藏，你隐藏的是你的心。我们之间缺的不是钱，帮不了你姐的忙，让陈大伟请个好律师吧。程峰，如果当年我没有提 AA 制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不会，因为 AA 制只是结果，不是原因。那原因是什么？你从来没爱过我。徐总，你的团队太厉害了。不是团队，是20年的技术积累。我决定了，战略合作协议我签。条件呢？成恒独家加工，新锐独家供材，利润55分成。46，我4你6。你让利？你的材料研发投入更大，应该拿多的。徐总，跟你合作很舒服。别叫我徐总了，叫老许吧。好，老许。徐总，按现在这个势头，年底冲20亿没想那些，把东西做好，数字是结果，不是目标。是。爸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想带你去旅游。忙？不忙。赵叔说你这个月没什么大事儿。去哪儿？日本。你不是一直想去看看日本的速控肩床工厂吗？那是考察，不是旅游。行，考察，我们陪你考察。好吧。爸，妈的情况不太好。怎么了？她一个人在家，很少出门，以前的同事朋友都不怎么联系她了。小姨那边因为房子的事儿焦头烂额，也没空管她。姥姥身体也不好，住院了。爸，我不是要让你心软，就是跟你说一声。我知道了。替我安排一下，找个好一点的护工去照顾你姥姥，费用我出。爸，别告诉你妈妈是我安排的。好。爸，差距大吗？他快吧？半代，追得上。多久？给我1年。你60岁了还要追人家的技术？60岁怎么了？我脑子比你们年轻人好使。徐总，您悠着点，别把身体搞垮了。滚！好，我滚。
徐总，我们有一个航天领域的项目，需要你们的气轴系统，项目级别重点专项，可以谈。妈，爸的公司估值30亿了。多少？30亿。老许，你今晚打扮的挺正式。程恒拿了年度创新企业奖，总得像点样。恭喜。你的年度新材料奖也恭喜。老许，问你个私人问题。你问。你一个人住了1年了，不觉得孤单吗？忙起来就不觉得了。那不忙的时候呢？你问这个干嘛？关心一下合作伙伴。那你呢？你也一个人？我习惯了，从创业那天起就一个人。那就别问我了，一样的答案。不一样。你是从有人到没人，我是一直没有。从有到无比从来没有更难受。35年的婚姻，我在厨房做了无数碗面，没有一碗是为自己做的。现在每一碗都是为自己做的，好吃了一点，也冷清了一点。喂，程峰，我妈住院了，情况不太好。我知道，护工在照顾她。是你安排的？私人安排的。程峰，你恨我吗？不恨，恨是因为在乎。我已经过了在乎的阶段了。程峰，我后悔了。后悔没用，人生不能回档。如果能呢？如果能，我希望你嫁给一个真正爱的人，而不是一个你觉得配不上你的人。徐总，25年了，从那个破厂房到今天。别哭，丢人。我没哭，是眼睛进灰了。许成峰，你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不是程恒，而是沉默的35年。爸，你觉得我行吗？你行不行不是我说了算，是你做出来的东西说了算。严哥，这是基本要求。许思然开了一家设计事务所，生意不错。他每周来看我一次，雷打不动。爸，你那个苏雅阿姨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赵叔说你们经常一起吃饭。谈工作。谈工作需要去私房菜馆？你赵叔嘴真碎。苏雅确实是个很好的人，她的公司在程恒上市后也拿到了融资，新锐材料正在冲刺 B 轮，我们的合作越来越深，不只是生意上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实验室加班到11点，出来的时候，苏雅站在门口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，有个技术参数想当面确认。发邮件不行？邮件没有当面说得清楚。外面冷，进来说。他进了实验室，我们对着电脑讨论了半个小时。讨论完，他没走。老许，你相信第二次开始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一个人错过了第一次，还有没有可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？苏雅，我63了。我55。我不想找一个，我想找你。让我想想。好，不急。35年的婚姻教会我一件事，不要和一个不爱你的人过一辈子。但他没教会我另一件事，怎样重新开始。1个月后，我约苏亚吃了一顿饭，不在私房菜馆，在我的公寓，我亲手做了4菜1汤。手艺真好，你做全职主妇都屈才了。有人说过同样的话，但那个人是在命令我，你是在夸我。所以我愿意试试。窗外的城市灯火万家，63岁的许成峰，技术员、创业者、隐形富豪、前夫，现在多了一个身份，一个重新学习爱的人。
5年后，许成峰68岁。成恒实业市值200亿，是国内精密制造领域的标杆企业。许明远升任成恒实业副总裁，分管研发。许思然的设计事务所拿了好几个国际奖，在圈子里有了名声。苏雅和我住在一起，没领证，她说不需要。上一段婚姻教会你 AA 制，这一段关系教会你，有些东西不需要一张纸来证明。行，感谢成峰基金和许爷爷。感动啦？没有，进灰了。眼睛红了都不承认。成峰，谢谢你照顾我妈。应该的，她是明远和思然的姥姥。你过得好吗？挺好。那就好。许成峰，你这辈子值了。我站在墓园里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，风吹过来，带着初春泥土的气息，值了吗？35年的沉默，1年的诉讼，5年的重建。我摸了摸口袋，那张泛黄的老照片还在。你的也来了，该放下的放下了。走吧，回家。苏雅在家里等我，她说今晚她做饭。